我输了，你确定？然而，对于刘冰琪的洋洋得意，楚风却是淡淡一笑。怎么？难道现在的结果还不够明显吗？刘冰琪问道。既然炼制的是兵器，那看的自然是兵器的品质。若是只看速度，那是不是我随便炼制出一把铁剑，但只要炼制的时间比你的6个时辰快，就能胜过你这把6个时辰出来的骑兵？楚风讽刺地说道。放屁！我这堂堂极品骑兵，岂是一把铁剑能比的？听得此话，刘冰琪顿时大怒，在他看来，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既然比的不是时间，而是品质，那又何来你我之说？楚风说道。好，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等你这把兵器练出来，我们就比拼一下品质。不过若是你输了，你就要给我跪地磕头，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不如我。刘冰琪咬牙切齿地说道。没问题，可是假如是你输了呢？楚风问道。假如是我输了，我就向你磕头认错，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我刘冰琪不如你。刘冰琪说道。不必，你不用对向我磕头认错，但你必须向他磕头认错。说话之间，楚风指向了身后的赵翔。好，我就答应你，不过只怕你是没这个机会了。刘冰琪看了一眼赵翔，轻蔑地笑了。在他看来，自己是必胜无疑的，根本就不可能败。你会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机会的。而对于刘冰琪，楚风也是淡淡一笑，只有他自己清楚，为何他笑得这般自信。在此之后，又是漫长的等待，1个时辰，2个时辰，直到5个时辰过去了，楚风的练兵鼎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此时此刻，天空早已大亮，并且是阳光最为充足的午时。算一算时间，距离楚风开始练兵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足足12个时辰，这也就代表着1日1夜已经过去。早在6个时辰之前，刘冰琪的骑兵就已经炼制成功，可楚风到现在还没有动静，这就不免让人担心起来。甚至本对楚风充满自信的2位当家长老，此刻也是眉头微微皱起，开始担心起来。现在楚风已经输在时间上了，如果最终质量上无法胜过刘冰琪，那就真是败了。败了不要紧，可若真要向刘冰琪下跪认错，那楚风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名声，恐怕就要毁于一旦，成为了刘冰琪的嫁衣。一时之间，所有站在楚风这边的人都为楚风深深的为楚风捏了一把冷汗。若是2人比拼的是战力，那他们绝对不会怀疑楚风，但是这比拼的可是练兵之法，这叫很多人心中都没有底。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担心楚风会输的时候，楚风那封印已久的练兵鼎竟然开始颤动起来，并且越来越为激烈，甚至发出刺耳的声音，哪怕这方大地也开始随之颤动起来。终于一声巨响炸开，一道光束便自练兵鼎内爆射而出，那光束一现，无比刺眼，如同一轮明日从天降一般。哪怕在场的都是修武不凡的修武者，可是也大多无法抵挡这耀眼的光芒。怎么可能？这样的光芒，莫非这家伙真的炼制出了比我还要优质的骑兵？看着那样耀眼的光芒，刘冰琪脸色大变，从始至终便自信满满的他第一次心慌了，因为无论是练兵之法还是炼药之法，往往成品出世时的声势代表着这成品的品质。眼下楚风这骑兵出鼎的声势实在太强悍了一些，简直胜过刘冰琪的骑兵数倍不止。这幸亏是白天，若是夜晚，那差距将更加明显。光芒在练，终将消散，而随着光芒渐渐的消退，人们也再度将目光投向那练兵鼎之上。终于光芒彻底消散，一把长达3米的大剑也是浮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而看到这把大剑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是面容一变，那满眼的期待化作了无尽的失望，因为此时此刻浮现在半空之上的大剑实在是太不堪了。莫说它的剑体锈迹斑斑，感觉不到丝毫强大之感，就连这大剑的形状也不标准，这哪里是骑兵，简直连寻常的兵器都不如，宛如废铁一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弄了这么大的阵势，搞了半天，竟弄出了这样一个废铁。楚风啊，楚风，你简直是个废物！就凭你也敢与我比拼练兵之法？这一刻，刘冰琪狂笑不止，笑的那叫一个开心，那叫一个得意。因为楚风的那把废铁大剑与他的骑兵大刀形成了鲜明对比，简直相差10万8千里。果然，比拼练兵之法，楚风远不如刘冰琪啊！在刘冰琪大笑之际，在场的许多人都是遗憾的叹息起来。他们与刘冰琪一样，都觉得这场比试胜负已分。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已败之际，楚风却是从容一笑，探出手掌，猛然一抓，便将那把废铁大剑握在了手中。来，试一试，是你的兵器厉害，还是我的兵器厉害？楚风手握大剑，指向了刘冰琪。看来你还真是不死心啊！既然如此，那就来吧，今日我非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不可。刘冰琪讽刺地笑了。虽然他知道论战力，他远不如楚风，但是论兵器，他手中的这把绝对胜过楚风1000万倍，所以他自信满满，没有丝毫胆怯之意。突然，刘冰琪脚尖点的，身形一纵，化作一道游龙，挥舞着手中的大刀，竟主动出手向楚风挥砍而去。见刘冰琪正面袭来，楚风却是笑容不改，甚至连动都不动，直到刘冰琪那携带毁灭性的威力的骑兵正面看来，下一刻便要削掉自己脑袋之际，楚风才猛然挥动手中的废铁大剑，两兵相交，火花四溅，可是却并没有传来预想中那钢铁交织的声音，反而响起了如同利刃斩切豆腐一般的锋利之声。这个声音响起，本就令人诧异，但是当看清眼前之后，人们更是大感吃惊，因为此时此刻，楚风手中的废铁大剑不但完好无损，并且还落在了刘冰琪的脖颈之上，只差1毫米就可以砍入他的脖颈之中，将他的头颅斩切而下。
而在观刘冰奇的那把骑兵大刀，竟然已经分切两半，并且断口之整齐，简直超乎想象。楚风的废铁大剑竟然只是一击，便将刘冰奇的骑兵大刀斩切两段，并且干干脆脆，可谓胜得彻彻底底。楚风他竟然用那把废铁大剑斩断了刘冰奇的极品骑兵。楚风这一剑劈下，惊呆了所有人，尤其是刘冰奇更是双眼溜圆，嘴巴颤抖，喃喃自语道：“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把废铁怎么可能斩断我的骑兵？楚风，你作弊，一定是你作弊！你欺负我战力不如你，运用你的力量，使得这废铁所向披靡，这才斩断了我的兵器。什么？是楚风作弊了吗？可能是，不然凭借这把废铁，怎么可能斩断一把极品骑兵？若真是这样，那岂不是说这楚风也是一个无耻之人？”刘冰奇的一番话激起了千层浪，许多人都觉得楚风可能真的是作弊了。毕竟，哪怕是他们现在来看，楚风的那把废铁大剑也是一把废铁，根本没有丝毫出奇之处。所以，不只是刘冰奇，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楚风这把废铁大剑斩断刘冰奇的极品骑兵不合常理，定有蹊跷。我作弊，你也不仔细看看我这把兵器是何等级？他斩断你的狗屁骑兵，本就是理所应当，我用得着作弊吗？楚风说道：“你那是就是一块废铁，有何等级？”刘冰奇讽刺地说道：“废铁？那你就睁开狗眼给我好好看看，究竟谁的兵器才是废铁？”楚风冷哼一声，随后手腕猛然一抖，他那手中的废铁大剑竟然传来裂痕之音，裂痕之音越来越响，越来越烈，甚至人们能够看到一道道散发着银色光芒到了裂痕，就如同一条条小蛇一般，正在急速游走，分裂蔓延。终于，一道轰鸣传来，无数裂痕竟然爆炸开来。但当那裂痕化作碎片之际，楚风手中的兵器却还在，只不过此刻的兵器已不再是一个废铁，而是一把银光闪闪的大剑。这把大剑纹路清晰，蕴含大道，在那光芒流转之间，纹路开始上下摆动，就如同它会呼吸一般。而实际上，这把大剑已经不是寻常的兵器，它的确拥有了远超乎骑兵的力量。这根本不是一件骑兵，而是一把半城王兵。那是半城王兵吗？这怎么可能？这一刻，所有人都目若呆鸡，彻底被楚风手中的兵器惊呆了。就连两位当家长老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楚风那把兵器的厉害所在。这的确不是一件骑兵，是一件真正的半城王兵。虽然品质略有瑕疵，但的确是一把半城王兵。魏长老赞叹道：“虽然品质不是很好，但在如此时间内能够炼制出一件半城王兵，这已经很是不可思议了。毕竟他的年龄还这么小。要知道，就算是我全心全意地炼制一把半城王兵，也并不是很容易，至少需要的时间不会比这楚风快上多少，最多就快上几个时辰而已。但是我钻研练兵之术已有几百年，而且还是得到了青木山历代前辈的真传的前提下，可这楚风如此年纪，竟然做到了这样的事，这个小家伙的天赋也未免太恐怖了一些。但是相比于魏长老，夏侯长老可就是双眼放光了，那种目光已经不仅仅是欣赏那么简单。身为练兵部当家长老的他，非常清楚炼制一件半城王兵有多难，所以他才最为知道楚风有多厉害。既然连两位长老都这么说了，那看来楚风手中的当真是半城王兵了。妖孽，传说中的完美妖孽，这楚风竟是完美妖孽。而见两位长老夸赞，围观的弟子更是赞叹不已，欢呼不断，被楚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刘冰奇，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楚风玩弄着手中的半城王兵，笑眯眯地看着刘冰奇。此刻，刘冰奇的脸色比吃了耳屎还要难看，因为他知道他输了。若是输在其他方面，那倒也没什么，可他却输在了自己的强项之上，并且输得彻彻底底。突然，刘冰奇双膝弯曲，竟真的跪在了那赵翔的面前，随后留下了一句：“我错了。”之后，他又猛然站起，头也不回的便走了，因为他已经没脸留下了。见状，兵器部的所有成员在对两位当家长老告别之后，也是赶忙纷纷离去。哈哈，楚风，精彩，真是太精彩了！想不到你对练兵之法竟这样精通。在刘冰奇认输后，魏长老走了过来，他的脸上挂满了灿烂的笑容。能够得到楚风这样的天才，他真是高兴坏了。楚风小友，你这练兵之法有些特殊，不知是师承何处？与此同时，夏侯长老也走了过来，他真的很想知道楚风怎么能在如此年纪，在不耽误修为的情况下，掌握这么高深的练兵之法。是啊，楚风，你这练兵之法是跟谁学的？与老怪物的练兵之法完全不同，但却不容小觑啊。见状，魏长老也是好奇地问道。虽然他专修的不是练兵之法，而是炼妖之法，但是身为一位金袍界灵师，对于练兵之法，他不但有所了解，并且还算精通。可是哪怕是他，也未必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炼制出一把半城王兵，所以他对楚风的刮目相看比夏侯长老还要深刻。而对于两位长老的问话，楚风却是尴尬地挠了挠头，随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不瞒两位长老，其实我是自学成才。”什么？自学成才？听得此话，两位长老那嘴巴顿时张得老大，因为这也太不可思议了。看着两位长老以及周围人那目瞪口呆的表情，楚风显得很是无奈，因为他的确是自学成才。楚风一直忙着修武，但是也会常常思索关于结界之术以及精神力的运用，再加上楚风的领悟力却奇高，所以结界之术一直进步飞速。尤其是在蛋蛋那里学会了天眼之后，楚风对于结界之术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就比如那所谓的结界飞虫，就是楚风自己领悟的，所以楚风在结界之术方面绝对属于无师自通的类型。其实楚风最近一直在思索该怎样炼制王兵，并且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相信不久的将来，在有着足够材料的前提下，楚风能够炼制出的可就不只是半成王兵，而是真正的王兵了。虽然这很不可思议，无论是楚风的年龄、修为，这都很不可思议，但是楚风的确具备这个潜力。起初，两位长老真的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如此复杂的练兵手段，竟然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自己钻研出来的。这只是听听便感觉难以置信，实在是太疯狂了。可是，当两位当家长老仔细地看着楚风，发现楚风并不像是撒谎，而再想想发生在楚风身上的事，他们便信了。因为那些不可能的事发生在楚风身上的已经够多了。事到如今，他们明白了，并非楚风做的是不可思议，而是楚风本来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无师自通。已是如此，若是有人指点，那楚风小友岂不是会更加厉害？楚风小友，你既有这个潜质，就一定不要浪费这个才能。虽然你不是我练兵部的人，但若对练兵之法有何不解，随时可以来找我，老夫定会倾囊相授。夏侯长老看向楚风的目光充满了青睐与爱戴，他是真心想要培养楚风。毕竟楚风若是成才，不只是他的骄傲，而是整个青木山的骄傲。多谢夏侯长老好意。其实今日若不是有你的这座练兵鼎，楚风也未必能够成功炼制成半成王兵。所以夏侯长老真是帮了楚风大忙，今日恩德，楚风记下了。楚风说话之间，将那练兵鼎还给了夏侯长老，并且他说也并非是阿谀奉承，而是真心话。因为这练兵鼎的作用的确很大，虽说就算没有这练兵鼎，楚风也许能够炼制成半成王兵，但是所需要的时间可就要更久，至少还要1日时间才可，甚至还会更久。而如今能在短短12个时辰便炼制出半成王兵，不得不说这多亏了这座练兵鼎。楚风，老鼎赠英雄，这座练兵鼎你就留着吧，老夫将它送给你了。然而夏侯长老却将练兵鼎推回了楚风的手中。夏侯长老，这礼物太厚重了，楚风绝不能收。见状，楚风赶忙推脱，因为他能够感受到这练兵鼎乃是价值不菲的宝贝。然而当楚风准备强行将练兵鼎送回夏侯长老手中之际，却惊愕地发现本站在他身前的夏侯长老竟已消失不见。天空之上缓缓传来夏侯长老的声音：楚风小友收下吧，这乃是老夫的一番心意。听着天上的那个声音，楚风倒还算平静，但是在场的其他弟子可就无法淡定了。夏侯长老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练兵鼎赠送给了楚风，先不谈那练兵鼎的价值，单说这个行为，这是怎样的厚爱啊？这真的是羡煞旁人。此事过后，楚风本想邀魏长老到宫殿内好好招待一番，不成想魏长老非要邀请楚风去炼药部一坐，说有事要说。想到自己也有事想与魏长老好好聊聊，楚风便没有拒绝，跟随魏长老来到了炼药部。炼药部建在深山之中，不仅景色宜人，药味也是宜人。这里的药没有那种让人作呕的味道，反而透着淡淡的香味，香而不浓，很是好闻。最主要的是，闻着这股药味，让人神清气爽，很是舒服。来到炼药部后，魏长老将一些长老叫到一起，宣布了楚风加入他炼药部，成为炼药部一份子的事情，并且为了让众人信服，魏长老还特意讲述了一下刚刚楚风与刘冰奇比斗练兵之术的结果。楚风的大名已经传开，许多长老都对楚风感到好奇，而听到魏长老的话后，他们对楚风更是刮目相看。如果说楚风只是单纯靠战力胜了别人，这都不算什么，可是楚风凭借结界之术赢了练兵部的人，这可就让他们这些炼药部的人脸上有光了。这一刻，楚风能够感受到无数道青睐和赞赏的目光，但是却也能够感受到一道非常不善的目光。这道目光并非来自长老，而是一个弟子。这位弟子竟然也是炼药部的人，他的修为与刘冰奇一样，乃是6品武王，但是他的目光却比刘冰奇还要阴狠，至少充满了嫉妒。你是楚风？众人散去之际，突然一道传音入耳，是那位弟子传来的。先前长老已经说明了，你自己听不见。楚风同样传音回答，但话语却没有一丝客气。楚风就是这种人，对于来者不善之辈，楚风绝对不会客气。你给我记住了，这炼药部弟子中的老大永远是我，你休想和我斗。那位弟子的这句话极为霸道，简直不容置疑。而他说完这句话后，他已是消失不见，转身离去了。魏长老，炼药部之中有几个弟子？楚风问向了魏长老，他很好奇这练兵部有多少弟子成员，算上你只有2个。魏长老如实说道，但是他老谋深算，很快就想到了什么，所以他脸色一变，对楚风问道，是不是野晴对你说了什么？野晴是谁？楚风问道，就是刚刚在的那位弟子。魏长老说道，没，他没说什么。楚风摇了摇头，这种恩怨他不想让长老撑腰，他喜欢自己解决。虽然没有向长老告状，但楚风内心却在冷笑，只有2个弟子，那就注定你不能做老大了。那就好，随我来吧，真想和你好好聊聊。见楚风没被野晴为难，魏长老便安心的笑了，随后便带楚风来到了一座宫殿。这座宫殿虽然不是很豪华，但是在整个炼药部也算是不错的了。这是魏长老为楚风准备的，不仅准备了住所，还准备了漂亮的婢女。他的意思是，炼药部就是楚风的家，只要楚风愿意，随时可以来到这里住。魏长老，替我将这练兵鼎还给夏侯长老吧，这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安稳下来后，楚风再度将那练兵鼎拿了出来，看着楚风手中的练兵鼎，魏长老沉默了一会，这才说道，你知道这座练兵鼎的来历吗？不知道。楚风摇了摇头，这座练兵鼎叫做金龙鼎，鼎内有一条金龙，练兵之时它会出现，吞吐气息，助于练兵。一点也不夸张的说，就算放在整个武之圣土，
这座鼎也是一座优质的鼎。当初夏侯长老为利奥得到这座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整个身体废了大半，手和脚都没了，就连灵魂也受了伤，休养了足足半年之久。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愿意将这鼎送给你，这份心意很重，但是你不应该拒绝，否则会伤了他的心。魏长老说道。听得魏长老的话后，楚风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他没有再多说什么，而是默默地将这座金龙鼎收了起来。魏长老，其实有一件事，楚风想向你咨询一下。楚风问道。但说无妨。魏长老笑着回道。我在武技部拿了一本武技，这本武技叫做的净苍冥遁，而听师长老说，这的净苍冥遁需要苍冥之气，刚好苍冥药草之中能够提炼出苍冥之气，所以我想问一问魏长老，这苍冥药草怎么会与一本武技有关联？这苍冥药草是不是也有着特殊的来历？楚风好奇地问道。楚风，你真的想要修炼这本武技吗？然而听得楚风的话后，魏长老却是眉头紧皱，一脸的担心。楚风已下定决心，准备修炼这本武技。不过长老放心，楚风也知道这武技的厉害之处，若真的无法在短时间内掌握，楚风也不会过多的浪费时间，必要时刻我会放弃。楚风说道。既然如此，那就修炼试试看吧。你若真要修炼的净苍冥遁，还真的需要用苍冥药草之中的苍冥之气，而这苍冥之气我这里有的是，这些拿去用。不过在修炼的时候，每天最多只能使用3克，切莫服用太多，否则苍冥之气若侵入身体，会伤身。说话之间，魏长老取出一个玉瓶，递给了楚风。楚风打开一看，发现那里面都是炼制好的丹药，丹药晶莹剔透，却散发着霸道而熟悉的气息，那便是苍冥之气。多谢魏长老。楚风施礼道谢，他能够猜想得到，炼制这些丹药应该消耗了不少时间才对，跟我还客气什么？这些用完了，再到我这里来取。魏长老随意的摆了摆手，不过很快又说道：刚才你问我这苍冥药草的来历，我不能确定，不过我倒是听说过，这苍冥药草又名为妖魔草，相传这妖魔草传自远古时期，至于其他的我就不了解了。总之这苍冥之气很邪门，虽然是炼药练兵的好东西，但却充斥着魔性。多年之前，练兵部就有一位长老，每次练兵都运用苍冥之气，并且用量非常之大，久而久之，苍冥之气不慎入体，乱了他的心智，他便因此走火入魔，乱杀同门，谁都无法阻止。最终无奈之下，掌教大人只能亲自出手将他斩杀。所以就有人推测，这地净苍冥遁既然运用了苍冥之气，很可能并非正道人士所创。魏长老讲述道。原来是这样。听得此话，楚风点了点头，可见关于这苍冥药草的事情，魏长老知道的真的不多。不过这也没有关系，毕竟楚风心中已经确定了，得净苍冥遁与的净苍冥斩是有关系的，这就足够了。他这次来，首先是打探一下关于苍冥药草的事，毕竟他自从见到江芙蓉用苍冥药草修炼后，就一直很好奇这苍冥药草到底有何作用。但最主要的，楚风还是想要从魏长老这里获得苍冥之气，因为地净苍冥遁与地净苍冥斩不同，修炼起来复杂的多，也要难得多，所以用苍冥药草中的苍冥之气作为辅助，这是必须的。其实楚风也曾想过用苍冥金刚铁来修炼的净苍冥遁，因为苍冥金刚铁之中也蕴藏着苍冥之气，并且非常浓郁。可是仔细想想，苍冥金刚铁毕竟是真正的宝贝，再加上那是羽化宗祖师留下来的遗物，而楚风若真的拿苍冥金刚铁来修炼，恐怕会导致苍冥金刚铁内的苍冥之气变得不精纯，所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用苍冥药草来修炼。在此之后，楚风又与魏长老聊了很多，而从中楚风也侧面的打听了一下关于界限能量的事。这界限能量就是将5支圣土分隔多块的一种能量，与结界很像，但又有所不同。楚风当初了解到界限能量，是因为他想去落叶竹林。虽说落叶竹林可去可不去，但毕竟楚风不能一直龟缩在青木领地，所以还是想了解一下有什么方法能够打破界限能量。这界限能量传自远古，没人知道它是自然形成，而是人为所致。总之，这界限能量并非寻常结界，5地强者可以破，黄袍界灵师也可以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是魏长老的解释，但楚风在这里也知道了一些其他事，那就是原来黄袍界灵师也是有强有弱的，而这强弱之分要从结界之力分辨。据说黄级结界之力内有3种纹路，第一种纹路似是小虫，第二种纹路似是小蛇，第三种纹路似是小龙，所以被称为虫纹、蛇纹、龙纹。毋庸置疑，3种纹路自然是虫纹最弱，龙纹最强。不过据魏长老所说，黄级结界之力非常难以沟通，这不仅要靠实力，还要考天分。他与夏侯长老修炼了几百年，专攻结界之术，但是仍然无法沟通黄袍结界之力，始终停留在金袍的境界。但是在他来看，楚风掌握的结界之力非常之强，日后定能成为黄袍界灵师。而为了表示自己对楚风的看好，魏长老竟然赠送了楚风一座炼药鼎。这座炼药鼎单用看的，楚风就知道这是一座不弱于金龙鼎的鼎，定然是价值连城。本来楚风不想接受，正所谓无功不受禄，这样贵重的礼物他真是不好接。可是魏长老执意要送给他，楚风也实在不好拒绝，最终只能欣然接受。与此同时，心中也是暗下决心，定要努力钻研炼药术，不丢炼药部的人。毕竟魏长老是楚风进入青木山后第一个让楚风感受到家之温暖的人。与魏长老长谈至深夜，因为太晚，再加上魏长老挽留，楚风便没有回到自己的领地，而是在炼药部内住了一晚。次日清晨，
楚风早早的便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可是他想不到，他只是离开了短短不到1日的时间，却不曾想修罗部已发生了大事。修罗部内所有青木南陵的弟子都被打了，并且打得非常严重。方拓还等老弟子不算，就连王威等与他一同加入青木山的弟子也都被打了。看着那一个个鼻青脸肿、浑身是血的男弟子，楚风还能承受，但是看到王威这些女孩子竟然也被打得鼻青脸肿，楚风就忍无可忍。是谁做的？是谁做的？楚风怒气滔天，杀意滚滚。此时此刻，他真的能够杀人。是方拓海、王威等人犹豫再三，不敢回答。他们害怕，一是害怕对方太强，楚风应付不来；二是害怕楚风自己，因为楚风性格太烈，他们害怕楚风做出过激的举动。毕竟事到如今，他们已经多少有些了解楚风。楚风若真的怒到极点，可是真的会杀人的。毕竟当初在青木南陵，楚风就曾亲手杀过长老，是三灵部。然而就在众人不敢回答之际，白若尘却开口了：“三灵部，他们竟敢对我修罗部的人出手。”得知是三灵部所为，楚风也是有些意外。楚风想过很多种可能，但却并没有想过是三灵部。虽然三灵部很大，但却也实力有限。三灵部大当家王浩轩，如今也不过是6品武王的修为，就算战力很强，但楚风也有把握胜过于他。而抛开这些不谈，楚风现在毕竟是有当家长老庇护的。他们三灵虽然在青木山内底蕴深厚，可却也没有出过当家长老级别的人物。按理来说，只要王浩轩不是傻子，都不会无缘无故招惹他修罗部才对。如今不但招惹了，还做得这么过分，可谓将梁子结得彻彻底底。这件事情非常蹊跷，他们敢不敢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做了，并且王浩轩还四处扬言，青木南陵永远无法与他们三灵相比。青木南陵的弟子在他们的眼中永远是废物，你楚风也不例外。白若尘说道：“还真是够狠的，在这种时候站出来，是摆明了要打消一下我修罗部的气焰。”不过这王浩轩也不想一想，与我修罗部作对，他也配？楚风虽然冷笑，但眼中的怒火却越来越盛。楚风，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现在你回来了，准备怎么做？说话吧。白若尘此刻虽然面容平静，但是他那一双美眸之中却也涌动着隐隐怒意。不管是因为什么使得他成为修罗部的一员，但是这个丫头却也是个极为护短的存在，她是不容许任何人欺辱修罗部的人。怎么做？这还用问吗？楚风双眼微眯，眼中的寒意却越来越浓，终于脱口说道：“我要灭了他三灵部。”话罢，楚风便一跃而起，冲出了宫殿，掠向了高空，如同暴怒的雄狮，狂怒的猛虎，那种可怕的气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而此时此刻，在修罗部的领地内，几乎修罗部的所有成员都到了。见楚风腾空而起，众人皆是仰头观望。走，跟我杀向三灵部。楚风现身后也不废话，手指三灵部的方向便冲了过去。杀而修罗部的成员听得此话，也皆是热血沸腾，杀意冲天，一个个掠向高空，便跟同楚风浩浩荡荡的向三灵部的方向飞掠而去。大哥，楚风他们真的动手了，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帮忙？此时此刻，其实在修罗部外已经聚集了不少势力，羽化部就在其列。见到楚风率领修罗部的成员离去，龙晨父问向龙晨义：“这件事楚风应该能够处理，我们静观其变即可。若他真的无法应付，我们再出手。”龙晨义说话之间，也是率领羽化部的成员跟随而去。与此同时，跟随修罗部一同动身的弟子更是数不胜数，他们都不想错过这场热闹。在青木山内，三灵部虽然与羽化部的名声只差一个名次，但是因为三灵部汇集了青木三灵的弟子，所以成员非常之多，胜过羽化部3倍不止。此时此刻，三灵部的领地内，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全是人影。那是三灵部的成员，他们整齐地站在三灵部的领地之内，就像是整军待发的士兵，散发着浓郁的备战之意。三灵部显然早就知道楚风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早有准备。不过相比于三灵部的数万大军，其实作为引人瞩目的，还是站在天际之上的10人，那便是三灵部的10位当家：东陵、西陵、北陵。虽然与羽化宗、参星关同为5座一等附属势力，但实际上三灵随便一灵都要强于申星关与羽化宗。而三灵的弟子同会于一座分部，除了人多势众之外，总体实力自然也是很强。就拿当家来说，便有10位，而这10位当家更是皆非泛泛之辈，全部都是6品武王的存在。眼下这10位当家以王浩轩为首，站在天际之上，静静地望着修罗部的方向。终于，他们看到了修罗部的人马浩瀚而来，并且夹带着浓烈的杀意。但是哪怕如此，这10位当家却没有一人害怕，反而在他们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期待的笑意。楚风这样兴师动众来我三灵部，不知所为何事啊？见到楚风离着老远，王浩轩便喝了一声：“所谓何事？你做过什么？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来到三灵部，楚风眼中怒意还在，但却并未全部表露。表面来看，倒也还算平静。想起来了，不就是昨夜教训了一下你们青木南陵的同门吗？这事不能怨我呀，是你青木南陵的同门太没有家教，竟然说我青木南陵迟早会超过我们三灵这样的大话。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话，我们是坚决不能忍受的，所以自然要给予一些惩戒。王浩轩形容经过，却没有一丝悔意，就好像他打南陵弟子是理所应当一般。势头不对，绝对不对。王浩轩的品性我是知道的，他虽然为人狂傲，但不会这般嚣张。他今日敢对楚风这般挑衅，恐怕这一刻龙晨义的心中泛起了嘀咕。楚风如今风头大盛，身后还有当家长老撑腰，连长老都不敢得罪楚风，王浩轩胆敢这般，莫非是受了刑罚部的挑唆？龙晨父低声问道。虽然很不可思议，
但除了刑罚部，的确想不到王浩轩依仗的是什么。毕竟楚风真正得罪过的庞然大物，唯有刑罚部。龙晨义说道：“那怎么办？王浩轩这般有恃无恐，显然是刑罚部许诺过他什么。楚风若真的动了王浩轩，恐怕要惹大祸呀。这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圈套？”龙晨父说道：“楚风已是离弦之箭，回不了头了。何况修罗部正要崛起，这个时候威严受到挑衅，楚风必须找回场子，否则一切都将成空。”龙晨义道：“大哥，那我们还要不要帮楚风？”龙晨父问道：“楚风有当家长老庇护，我们可没有。既然事关刑罚部，我们就不能贸然出手了。相信楚风会理解我们的。”龙晨义摇了摇头，与此同时，暗中下令让羽化部的成员渐渐退后，不得擅自插手这场修罗部与三灵部的争斗。王浩轩，既然事情你也说了，那我也就不废话了。我只告诉你一句话，我修罗部的成员可不是你想教训就能教训的。既然你做了，那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楚风指着王浩轩说道：“哈哈，付出代价？好啊，我倒是想看看，就凭你这小小修罗部，是怎样让我三灵部付出代价的。”王浩轩话落之际，双手指天，刹那间，三灵部的数万成员一同冲上天际，那番阵势相当骇人，至少从人数上胜过修罗部数倍不止。而这一刻，楚风也不再废话，雷霆铠甲浮现，雷霆羽翼现身。当修为提升到五品武王的境界之际，楚风抬手一掌，只听的一声，顿时风云变色，武力涌动，狂暴的武力乃是洪水猛兽，乃是无形恶魔，在楚风的催动之下，已然化作一只参天巨手。这只手太大了，不但金光闪闪，更是仿佛能够一只手便将三灵部的所有人全都捏死。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献丑！然而，只见王浩轩站在原地，袖袍轻轻一甩，顿时身前狂风四起，天昏地暗，连虚空都开始变得扭曲。轻而易举之间，王浩轩便挡下了楚风的攻势。一招挡下，王浩轩紧接着又是一拳，这一拳相当凶猛，拳势无形，威势有形。他这一出手，几乎所有弟子都是大吃一惊，惊骇不已。别看这一拳并非武技，但是他的威力可是相当恐怖的。怎么会这样？王浩轩的战力我了解，就算他很强，6品武王堪比8品武王，但是也绝不可能这么强。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刻，龙晨义脸色大变，剑眉之下的双眼不住地闪烁起来。他对王浩轩相当了解，甚至一直以来他都觉得，哪怕名声弱于王浩轩，但论起实力，其实他与王浩轩是不分伯仲的。可是现在，王浩轩的战力绝对超越了他，这叫他如何能不吃惊？不过，不管王浩轩战力如何，但楚风可绝对不是吃素的。楚风见王浩轩如自己一般，只是运用武力，却并不使用武技，他便不使用武技，而是同样一拳轰出，将王浩轩的那一拳武力破解。在此之后，二人交战一处，武力涌动之间，风起云涌，天昏地暗，抖动虚空。尤其是当二人开始动用武技之后，他们所在的战场更是变得绚丽而恐怖，风雷交加，火雨滚滚，时有雷电猛兽乍现，时有金色巨龙吞吐，各种各样可怕的存在在那方天地施展他们毁天灭地的威能，宛如末日降临一般。二人的战力让人惊叹，对武技的娴熟运用更是让人叹服。但是此时此刻，最为让人佩服的却仍是楚风。不管怎么说，王浩轩是早已成名的天才，是曾位于青木继承榜第9位的高手，他的实力已不用多说，众人便已心知肚明。而眼下，王浩轩与楚风交战，明明还高出楚风1品境界，但却只能与楚风战成平手。这就说明，王浩轩虽是毋庸置疑的天才，但在楚风这位妖孽面前，也是略逊一筹。哪怕现在王浩轩与楚风战成了平手，但实际上众人佩服的唯有楚风有2下子，难怪可以战胜雷耀。不过我王浩轩可并非雷耀那种平庸之辈，你想胜我，那可真是想多了。武力过后，动用武技，王浩轩依然无法占据上风。此刻他手腕一转，顿时威压暴涨，战力提升。原来他祭奠出了自己的王兵，那是一杆长枪，长枪为银色，不是很粗，也不是很长，但却短小精干，蕴含着无上王力。王兵一出，他便直接出手，枪出如龙，枪扫如风。在他的舞动之下，那一杆长枪化作了成千上万道无数银色的枪芒飞射之间，如同银色的暴雨向楚风压迫而去。竟然连王兵也换了，这件王兵非同小可，乃是王兵之王。看来王浩轩真的是有所准备，难怪他不怕楚风。龙晨义再度眼前一亮，他曾多次观战过王浩轩与人交手，对王浩轩的各方面实力都很清楚。莫说王浩轩有何本事，掌握着何等武技，其实连他的王兵是何物，龙晨义也非常了解。但是眼下王浩轩使用的王兵可绝非是他之前使用的王兵，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件王兵非常厉害，乃是王兵之王，比之王浩轩之前使用的王兵不知强了多少，来得正好。然而对于王浩轩的变化，楚风可不知晓，他只知道不管王浩轩有何本事，但今日他要击败王浩轩，要让这个三灵部都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付出代价。所以楚风已经祭奠出了他的封魔剑，身形飞纵，直接掠向了王浩轩。楚风一路前行，面临无数银色枪芒，但是在他的封魔剑面前，那枪芒便只有被震飞的份。而当来到王浩轩的近前之后，楚风更是得以大展身手，手中的封魔剑虽然巨大而沉重，但是在楚风的舞动下却轻如柳叶，势如蛟龙。楚风的攻势简直无懈可击，无法抵挡。哪怕那王浩轩手中的银枪同样是王兵之王，但一时之间竟然落入了下风。怎么可能？我这把王兵乃是王兵之王，王兵之中的最强之兵，能够威慑地兵之下的所有兵器。这楚风的兵器就算再厉害，也不可能压制于我才对。
难道说真的还有比我这把王兵还厉害的王兵？王浩轩被压制了，不仅是招式上的，同时也输在了兵器上。哪怕同是王兵之王，但是从交锋的那一刻，就注定了风魔剑占据优势。风魔剑，风恶魔，连魔都能治，又何况是一把区银枪？被压制了，王浩轩被压制了。哪怕高出楚风一品境界，哪怕是曾登上过青木继承榜的天才，但却也无法与楚风抗衡。这楚风真不愧是一代妖孽。看着那天空上被压制的王浩轩，围观之人被惊呆了眼球。他们再一次见识到了楚风的强大。楚风，莫要猖狂，你再强也只是孤身一人，无法抵挡我整个三灵部。你想率领你的修罗部与我三灵部作对，现在就让你知道是何下场。然而，就在王浩轩落入下风之际，三灵部的另外9位当家却纷纷祭奠出自己的王兵，率领三灵部数万成员一同出手了。不好，不只是王浩轩的实力变强了，就连三灵部的另外9位当家也变强了。而看着那浩浩荡荡的人马，遮天蔽日一般，向楚风以及修罗部的人马攻打而去。龙晨义顿时双拳紧握，眉头紧紧的皱起。楚风，他倒并不担心，毕竟楚风实力强横，哪怕是会被拖延住，但也未必会被伤到。可修罗部的其他成员就不同了，他们的实力残差不齐，有强有弱，但若与三灵部的成员相比，那可就相差巨大了。眼下三灵部一同出手，那简直就像是一群狼对付几只兔，不用猜想，已知胜负。谁说修罗部只有楚风一人的？然而就在众人觉得修罗部危难之际，一股庞大的气息竟然再度自修罗部内凶猛而出。这一刻，人们注意到一位宛如仙子一般美丽的女子正手握一把王兵掌鞭，自修罗部的人群之中缓缓走出。而这位自然便是白若晨。白若晨出现之后也不废话，直接动手。五品武王的他战力本就强悍，再配上他那白金龙蛟鞭，整个人的战力更是发挥到了极点。此时此刻，白金龙蛟鞭如同一条真正的白色巨龙，舞动之间不断发出刺耳的轰鸣，如同雷电交织一般。他的攻势不仅声势骇人，威势更是凶猛。他一人一鞭，不仅挡下了三灵部的9位当家，并且还挡下了三灵部的数万成员，好强！想不到修罗部这样的实力，简直就是妖孽水准。真是想不到，修罗部原来不止楚风一个妖孽，竟然还有一位妖孽级的天才。此女是谁？不仅战力逆天，长得更是仿若天仙，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般美丽的女子。见到这一幕，莫说围观之人震惊不已，那些修罗部的人更是狂喜不已。妖孽级的天才，这往往是非常强悍的存在，在整个青木山也是少之又少，只要不出意外，早晚能够登上青木继承榜的存在。一座分部竟然有2位妖孽级的天才镇守，这比千军万马要恐怖得多。而修罗部却做到了，并且是2位新人弟子，这叫人们如何能不震惊？难道说三灵部真的要败在修罗部的手中？这一刻，所有人的心中都有了这个疑问。如果说楚风击败雷耀，这是他一个人的力量，那么修罗部击败三灵部，这将是青木南陵所有人的荣耀。因为青木南陵与其他三灵之间的关系相当的微妙。青木四灵同是青木山的正统附属势力，但青木南陵在第一代掌教逝世之后便一落千丈，如今更是弱得可怜，与其他三灵差距越来越大。事到如今，早就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垃圾势力，只会辱没正统的招牌。而西北东三灵与青木南陵则刚好相反，他们不但没有落寞，反而越来越强，成为附属势力之中最强的存在。但是假如今日楚风的修罗部胜了三灵部，那么一切就都将被逆转，楚风将为青木南陵证明，至少弱了这么多年的青木南陵将因为楚风而焕发起当年的雄姿布阵。然而就在人们觉得三灵部形势不妙之际，王浩轩却是高喝一声，紧随其后，他也是身形一转，竟施展出巧妙的身法武技，摆脱了楚风的纠缠，跃入了三灵部的大军之中。与此同时，其他9位当家也是与王浩轩汇集在一方区域，呈不同位置分布开来。最主要的是，此时此刻，他们双手叠加，口念法诀，一层层有所相同却又有所不同的气息开始自他们的身体散发而出，最终竟交织成一座大阵。这座大阵一出，形成了一道大门，而那道大门之中开始掠出道道身影。那身影非人，而是武力凝聚而成，但是他们的气息竟然全部达到了6品武王的境界。因为6品武王不算什么，但当成千上万的6品武王飞掠而出之际，那等威势真的是骇人至极。这是什么武技？太可怕了！见到这个阵势，许多弟子吓得不轻。不，这并非是武技，而是大阵，是当初东西北三灵祖师联合创造的阵法——鬼兵杀阵。龙晨义吃惊地说道：“什么？鬼兵杀阵？这阵法难度非常之高，据说只有半地强者才能施展。王浩轩他们就算知道此阵布置之法，但以他们的修为，也不应该布置而出才是啊！”听得此话，龙晨父也是大吃一惊。也许其他人对于这鬼兵杀阵并不了解，但是他们羽化宗的人对这鬼兵杀阵可就相当了解了。在5支圣土之中，天境武技少之又少，青木山这样的庞然大物都几乎没人掌握天境武技，就更别说是其他势力了。不过为了追寻更强的力量，人们开始联合力量布置阵法。这种阵法并非结界阵法，而是一种修为高手之间进行相互配合，从而使力量得到升华的阵法。这些阵法虽然还不具备天境武技的力量，但绝对超越了寻常的境武技，威力相当恐怖。而刚好眼下王浩轩他们所布置的鬼兵杀阵就是这样一个阵法。此时此刻，无数道手持兵器、身穿铠甲的鬼兵自王浩轩等人布置的大门之中飞掠而出，鬼哭狼嚎间扑杀而来。他们的目标可不只是楚风一人，
而是修罗部的所有人。若尘妹妹，用那一招吧。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替修罗部捏了一把冷汗之际，楚风却笑眯眯地看向了白若尘。而这一刻，白若尘也是心领神会，难得的在他那冷若冰霜，但却又美艳绝伦的脸上，绽放起了迷人的笑容。突然之间，楚风与白若尘一同动了，二人的双手如同闪电一般，不断的捏出繁琐而复杂的法诀。二人的速度实在太快，快到眼花缭乱，让人根本看不清他们在一瞬间到底打出了多少种法诀。但是，当二人的法诀尽数打完，双手交织，静止不动的一刹那，两股异常恐怖的气息却在二人的体内爆发而出，并且融合到了一处。当楚风的气息与白若尘的气息相互交织之时，竟然如同浴火的氢气，瞬间爆炸开来。只不过那爆炸之物却并非简单的涟漪，而是炙热的火焰和刺骨的寒冰。火焰与寒冰本不相容，可是此时此刻却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那种力量一刚一柔，一热一冷，非常的诡异，但却强大的毋庸置疑。此时此刻，凶猛的冰火涟漪正在急速扩散，眨眼之间便从一小团冰火化作了一片冰火之海，一波接着一波的向千万鬼兵席卷而去。鬼兵强悍，个个都有着6品武王的修为，可是在那冰火涟漪的面前却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就如同蚂蚁大军落入了浩瀚火海一般，顷刻之间便被炼化的飞灰烟灭。然而就在冰火之海展现出他那恐怖威力之际，所有人都不知道这却只是一个开始。突然一声震动天地的长啸传来，人们才猛然注意到，在楚风与白若尘所在的位置竟然出现了2只庞然大物，那是一条满是缠绕着烈焰的凤，以及一直萦绕着寒冰的龙。楚风为冰龙，若尘为火凤。尽管楚风与白若尘的肉身还位于龙与凤的头部清晰可见，但是那冰龙与火凤却是那般真实，栩栩如生。这冰龙与火凤不仅形态逼真，宛如真正的传说圣兽，就连气息也是与众不同，仿佛真的就是传说中的圣兽一般。楚风与冰龙融为一体了，冰风与白若尘融为一体了，并非龙与凤，而是他们得到了属于龙凤的力量。突然，那龙与凤再度发出一声怒吼，那声音响起之际，仿佛连天空都要被撕裂，连大地都要被毁灭，仿佛只是一声怒吼就足以将万物毁灭。而在那一声怒吼之后，龙与凤突然一起舞动，它们交织在一处，似是打斗，但却并非打斗，既霸气又唯美。最主要的是，在二者舞动之际，乌云凭空而生，闪电闪烁不定。不过最可怕的是，此时此刻，一层又一层火焰与寒冰交织而成的能量涟漪，正以他们为中心，向王浩轩等人的鬼兵杀阵压迫而去，并且一道比一道强，一道比一道凶。这是什么？这究竟是什么？看着那汹涌来的能量涟漪，王浩轩等人早是神情大变，脸色苍白如纸，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那迎面来的力量有多强，他们根本无法抵挡。不过事到如今，却只能全力一搏，别无其他选择。全力催动之下，越来越多的鬼兵飞掠而出，并且似是明白了主人的用意，他们也开始发出令人发寒的怒吼。那个架势就是要拼命一搏，威势也是相当骇人。然而他们大势已去，楚风与白若尘施展的乃是龙凤舞长空，在这龙凤舞长空的面前，哪怕鬼兵杀阵再强，也是被灭之物。果不其然，冰龙火凤势不可挡，冰火贯穿长空，横扫于天际，简直就是天下无敌。哪怕鬼兵再多，也注定化为飞灰，根本无法抗衡。眨眼之间，冰龙火凤便掠至近前，不但将鬼兵尽数斩杀，更是落入三灵部的大军之中。顷刻之间，数万大军乱作一团，只能随着冰龙火凤卷起的飓风在空中翻滚旋转，惨叫不断。哪怕王浩轩等10位当家也不例外。这是什么？竟然如此恐怖，太可怕了！楚风与若尘师妹布置的是何阵法，竟然比这鬼兵杀阵还厉害！看着那舞动于长空之上，肆虐天地的冰龙火凤，莫说龙尘父，就连龙尘义都被惊呆了。若是我没有猜错，这应该是失传的绝技。就在这时，空间一阵蠕动，一道苍老的身影浮现，走到了龙尘义等人的身后。原来是羽化宗的长老。失传的绝技，那是什么？龙尘义等人一同问道。当年青木南陵老祖与羽化宗的老祖掌握着一种绝技，这种绝技乃是的劲武技，但修炼难度极高，就算修炼成功，也必须2人配合才能成功。想当年，青木南陵老祖与羽化宗老祖就是凭借这一绝技而闻名天下的。羽化宗长老说道：“什么？竟然是几千年前失传的绝技？长老，您确定吗？”龙尘义等人吃惊地问道。虽然事到如今，知道此武技的人少之又少，但是我却知道这个武技有一个名字，那就叫做龙凤舞长空。而此刻楚风与白若尘所施展的武技，无论是威力上还是形态上，与那龙凤舞长空实在太像了。再加上2人的身份，想必他们2人施展的多半就是失传已久的龙凤舞长空。羽化宗长老说道：“这2人竟然修成了老祖级任务的失传绝技。”而看长老如此确定，龙尘义等人的脸色变得复杂至极。青木南陵与羽化宗的老祖，那都是当年惊艳过整个青木领域的大人物。楚风与白若尘修成了他们2人的绝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楚风与白若尘的天赋当真恐怖，至少是他们所不能相比的。不过，当他们再度将目光看向楚风等人所在的位置之际，他们那复杂的脸色变得更加精彩起来。此时此刻，楚风与白若尘催动的龙凤舞长空，当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三灵部数万成员就如同单薄的树叶一般，任由狂风吹打，却又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终于，楚风与白若晨停手了。但是当他们停手之后，三灵部的众位成员就如同凋零的叶子一样，纷纷从天而降，最终摔落在地。并非是他们不想安稳着陆，只是他们已经没了这个力气。虽然楚风与白若晨没有动杀意，但却也将三灵部的成员折磨得不轻，一个个遍体鳞伤，惨不忍睹，太不可思议了。修罗部竟然只用2人便将三灵部击溃，这便是妖孽与常人多差距吗？果然，修武者的时间不能用人数衡量强弱，最终还要看实力说话。这一刻，所有人都震惊得难以自理了。他们都是深深地感受到了楚风的强大，感受到了他们的可怕。然而，就在所有人都震惊于楚风与白若晨的强大之际，楚风却突然从天而降，并且一只脚狠狠地踩在了王浩轩的身体之上。这一脚下去，王浩轩顿时被踩得满口喷血，身体更是噼啪啪啦直响，似是浑身的骨头都碎了。但楚风显然还不准备就此作罢，只见他举起手中的封魔剑，随后看向此刻站在天际之上，四面八方各方分布的所有人，面容冰冷，高声喝道：“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不管你们是何身份，不管你们是何修为，若是看不惯我楚风，大可以直接来找我楚风，切莫要欺凌我修罗部的人。若是有谁欺辱我修罗部的人，这王浩轩就是下一个你们。”话罢，楚风手中的封魔剑猛然挥下，只听扑哧一声，便刺入了王浩轩的身体。这一刻，天地之间鸦雀无声，唯一能够听到的便是王浩轩悲惨的叫声。楚风这一剑深深地刺入了王浩轩的身体，不过却并未致命。可是哪怕如此，还是看得人们心惊胆战。有眼尖之人能够发现，楚风这一剑距离王浩轩的丹田只有毫米之差，只要楚风再挪一点，就将刺破王浩轩的丹田，废掉他的修为。你我本无仇，可你却无端挑衅。你体内有药，是增强实力的药，说是谁指使的？让你有所准备，再来对付于我。楚风这句话是暗中传音，他知道王浩轩不会无缘无故对付他，他也知道王浩轩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真相，这样做反而更容易让王浩轩说出幕后指使。没有人指使我，是我看不惯你太嚣张跋扈，想给你一点教训。王浩轩暗中回道：“好，有骨气，但是你应该知道，我楚风下一刻就能废掉你的修为。”楚风冷然一笑，说话之间便要挪动手中的封魔剑。不要！楚风住手！感受到封魔剑将要挪动，王浩轩顿时慌了，赶忙开口说道：“是刑罚部。”说出这3个字，王浩轩便赶忙闭上了嘴，一脸的后悔，一脸的后怕，似是犯下滔天大错，将要招致弥天大祸。而楚风也不再多问，其实他早有预料，早就预料到是刑罚部了。但是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楚风必须要确定他的猜测是否正确，这样才能日后报复。确定之后，楚风也没有多问，也没有声张，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不是他对抗刑罚部的时候。他拔出封魔剑，冲着白若晨微微一笑，便准备就此离开。王浩轩，如此废物的你也敢挑战于我？可谁曾想，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却踏空而来。这是一名男弟子，长相寻常，却又气息不凡，让人只看一眼便觉得此人非同小可。这一刻，楚风也是目光一闪，因为那人没有隐藏气息，与王浩轩和龙晨义一样，乃是6品武王。但是这个人给楚风的感觉却很强，甚至隐隐间感觉到了一丝压迫感。王敬之见到这位，在场的弟子皆是眼前一亮，眼中或多或少涌现出了敬畏之色。那种敬畏之色竟丝毫不弱于楚风，甚至还要过之，因为这位不仅与楚风一样被誉为妖孽级的天才，更是如今位于青木继承榜第9位的存在。王敬之，今日的比武取消，他日我与你再战。见到王敬之，王浩轩用那虚弱的声音说出了这句话：“与我战，你已不配。”王敬之淡淡的瞥了王浩轩一眼，眼中充满了藐视，随后对众人说道：“今日来此，乃是受王浩轩之邀，他想与我一战，说要重夺青木继承榜第9的位置，但他身受重伤，我自然不会趁人之危。不过我也知道，除了这王浩轩，也有不少人惦记着我这青木继承榜第9名的位置，干脆今日我就断了那些人的念头。”话到此处，王敬之突然将其凌厉的目光投向了龙晨义，说道：“龙晨义，出手吧！”什么？听得王敬之此话，羽化宗的众人皆是神情一变，一种恐惧之色涌上心头。怎么也不会想到，王敬之对付不了王浩轩，竟然要拿龙晨义开刀。然而令他们想不到的是，面对王敬之的挑衅，龙晨义竟然并未逃避，而是从容一笑，说道：“早就听闻王敬之师弟实力超群，今日既然得此机会，我龙晨义倒是愿意领教一下王师弟的本事。”说话之间，龙晨义手腕一转，一把扇形的王兵便握于手中。而当他踏空而行，来到王敬之近前之际，整个人的气息也是掉到了最佳状态。能够看出，虽然龙晨义表面从容，但他内心非常凝重。面对这位王敬之，他不敢有丝毫的轻敌。龙晨义，不用这么郑重，因为你注定一败。王敬之轻蔑地笑道。听得此话，在场之人哪怕知道他很强，可是心中也难免升起一种王敬之太过自大的感觉。毕竟不管怎么说，龙晨义也非平庸之辈，乃是凭借一己之力将羽化宗推上第10分部位置的天才。可谁曾想，就在王敬之话音落下之际，他竟突然动了。而他这一动，没有溅起丝毫的波动，就如同原地消失一般。可是当王敬之再度出现之时，竟然已是龙晨义的身后，并且他的手掌已如鹰爪一般落在了龙晨义的脖颈之上，脖子被锁。龙晨义顿时惨嚎一声，只在瞬息之间，脸色便长得发红，就连那紧握王兵的手掌也是猛然松开。当那手中的王兵从手中滑落之际，龙晨义整个人的力气也是随之流走，根本无法反抗。
就如同一只束手就擒的兔子，被王静之抓在手里，败了。只是一击，龙晨义便败给了王静之。这一刻，莫说是寻常弟子，哪怕是白若晨也是柳眉微皱，眼眸之中涌现出了一抹吃惊。好厉害，这便是青木继承榜的存在吗？这王静之进步太快了。想当初他挑战王浩轩的时候，还与王浩轩战得难解难分，想不到如今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只是一击便将龙晨义给击败了。一时之间议论纷纷，惊叹连连。因为没有人怀疑龙晨义的实力，甚至许多人都觉得，哪怕龙晨义名气略低，但论个人实力，其实也是能够与王浩轩齐名的。可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更加见识到了王静之的强大，见识到了青木继承榜上的恐怖。第9名的王静之尚已如此，那比王静之排名还要靠前的妖孽们，又将何其恐怖！王师弟，我败了。此刻，王静之已经放开了龙晨义，而龙晨义也没有再去纠缠，而是识趣的当场认输。刚刚那一刻，他已经深切地体会到了王静之的强大，他的确无法与王静之抗衡。然而，王静之却根本不理会龙晨义，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说道：“你的眼光不对啊，莫非你也想挑战我青木继承榜第9的位置？”听得此话，所有修罗部的成员都是神情大变，面色发白，因为这王静之可不同王浩轩，他若挑战楚风，那楚风恐怕就将危险。青木继承榜第9的位置，我可没有兴趣。然而，对于王静之的挑衅，楚风却是微微一笑，说道：“不过，你若想与我交手，根本无需废话，大可过来一试。”王静之很强，楚风能够感觉得到他的强大，从他刚刚出手就能够看出王静之的战力恐怕不弱于他。说实话，面对王静之这样的存在，楚风并没有绝对的把握获胜，但是对方当众挑衅，楚风不能不接，若是不接，不仅会折了他的面子，还会折了修罗部的面子。更何况楚风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还是有着一些底牌来与这王静之一战的。楚风好样的，楚风师弟，干掉王静之，你就是青木继承榜的第9。楚风这一应战，虽然让许多关心楚风的人为其深深的捏了一把冷汗，但却让那些与楚风关系不深的人大为欢呼，甚至开始为楚风叫好。毕竟楚风的名气已经极盛，先不说他先是触发了远古仙针，后是夺得了帅旗，更是在练兵之法上胜过了练兵部的弟子。最主要的是，楚风来到青木山后，与弟子之间的交手还没有败过，乃是全胜战绩。这样的楚风早已成了不少人的心中偶像，甚至被人认为是不败神话，所以他与王静之交手自然备受瞩目，众所期待。王静之，不用我们当家出手，我白若晨与你一战。可是谁曾想，就在这时，白若晨却是突然站了出来。什么？白若晨？这位美若天仙的师妹原来叫做白若晨吗？这位师妹究竟是何来头？不仅实力强悍，这胆识也是过人啊，竟然敢主动与王静之交手。白若晨此话一出，就像是一颗巨石落入了平静的湖水，顿时激起了千层浪。但是也没有人看不起白若晨，更没有人惜，毕竟白若晨先前的表现人们已经看到了，至少从表面来看，白若晨也是妖孽级的存在。若晨师妹，你可不要冲动，这王静之可并非王浩轩那种货色。见状，楚风则是赶忙相劝，因为他与白若晨交过手，知道白若晨的实力。虽然白若晨很强，至少强过王浩轩，但若与这王静之交手，可就要必败无疑。楚风，龙晨义是我羽化宗最强弟子，他败了，丢的是我羽化宗的人，其他人的面子我不管，但毕竟如今我母亲是羽化宗的宗主夫人，我不能让我母亲的脸上抹黑。这个机会给我吧，我要亲手收拾这个王静之。可是没什么可是，相信我，我白若晨没那么弱，至少没你想象中的弱。白若晨说到此处，冲着楚风甜甜的笑了，这一笑不仅风情万种，甚是迷人，更是让楚风一愣。他似乎懂了什么，莫非当初白若晨与他交手是让着他的？小妹妹，你可真有勇气，不过我可不想弄花你的脸。王静之笑眯眯的道，看向白若晨的目光中充满了藐视。弄花我的脸，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突然之间，白若晨出手了，手中的白金龙蛟鞭如同一条凶猛的蛟龙，奔着王静之的身体便抽了过去。然而面对白若晨的攻势，王静之却是嘿嘿一笑，只见其目光闪烁之间，一股磅礴的威压便自其体内席卷而出，凶猛的威压排山倒海，不但轻而易举的便将白若晨的攻势击退，更是化作凶猛的漩涡，将白若晨卷入了其中。此刻的白若晨不断挥动手中的龙蛟鞭，拼命的抵抗，可却只能勉强不被威压吞没，最终还是随波逐流一般，在那威压形成的浪涛之中来回翻滚。哈哈，这位妹妹倒是很不错嘛，有点实力，竟然能够挡住我的威压。不过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到何时。王静之笑得非常的贱，但是只凭借威压便将白若晨压制的他，却也有着犯贱的资本。该死！眼见着白若晨受辱，楚风自然不能忍受，双拳紧紧握起，便准备出手替白若晨解围。可谁曾想，就在楚风刚要动手之际，白若晨的身体之中却突然爆发出一股极为凶猛的能量涟漪，那能量涟漪实在太强，竟然瞬息便将王静之的威压瓦解。与此同时，一股难以形容的强大气息也是自那涟漪之中散发开来，这种感觉好强。感受到那涟漪中的气息，许多人都是眼前一亮，哪怕是在场的长老也是大吃一惊，因为那气息太特殊了，若非要形容，那就是一种帝王之感。没错，就是帝王之感，统领众生，舍我其谁的帝王之感。这个丫头怎么回事？事实上，莫说是别人，就连先前还玩虐白若晨的王静之，此刻也是眉头紧皱，目光变得凝重起来。他也能够感觉到此刻白若晨的气息有多么强大。终于，
那涟漪渐渐消散，白若晨那美艳的身影再度浮现在了人们面前。那是然而，在见到此刻的白若晨之后，几乎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甚至有些人更是吓得颤抖起来。因为此时此刻的白若晨不但气息提升到了6品武王的境界，他的身体还散发着隐隐的光芒。最重要的是，在白若晨的额头之上，竟然出现了一个金灿灿的字体地级血脉。这个丫头竟然是地级血脉！突然，一位长老惊呼起来，竟然真的是地级血脉！这白若晨究竟是何来头？莫非他来自那些家族？这一刻，人群彻底沸腾了。见到此刻的白若晨，人们真的难以保持镇定。地级血脉，那可是非同小可的存在。要知道，在整个五之圣土，只有4座势力掌握着地级血脉，那就是4座地族。而谈到4座地族，那可是比9世还要强大的庞然大物，是五之圣土传承最为悠久的家族。白若晨竟然掌握着地级血脉，那多半说明他是来自4座地族的人，这叫人们如何能不吃惊？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你吗？看来当初你对我还真是手下留情了呢。这一刻，就连楚风也是吃惊不已。不过他的吃惊只存在于眼中，他的脸上却挂满了喜悦的笑意。白若晨强大，这对于他来说并非是坏事，相反是好事。别的不谈，只谈他与白若晨的朋友关系，他也希望白若晨能够更加强大。